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也被称为是上帝最恶毒的魔咒。从某种的意义上来讲，它比癌症还可怕。许多人认为阿尔兹海默症只是破坏记忆，而对于病情的中后期的发展却鲜有了解。其实破坏记忆只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它如同现代最可怕的瘟疫，慢慢的吞噬患者曾经鲜活的生命。大家都认为阿尔兹海默症是年纪大了才会得病，但近年来患者年龄有所体现，逐步呈年轻化的趋势，甚至有30多岁的年轻人也出现了记忆力、思维能力明显下降等的认知早期症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早发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一种基因缺陷的相关疾病，尤其体现在过早出现了该病征兆的年轻人身上。阿尔兹海默症是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它缓慢而冷漠地带走一个人的意识、思考、行动能力，最后破坏脑部的呼吸、心跳中枢，而使人走向死亡。从患者确认老年痴呆到死亡的病程大约是3到10年的时间。老年痴呆后的寿命还有多久？老年痴呆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老年痴呆，就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有效的治疗，避免痴呆的加重。虽然老年痴呆的基本症状是器质性痴呆，但同时还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附加症状，所以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常见的有单纯痴呆型，这是老年性痴呆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它具有老年性痴呆的一般症状。本型病人以记忆障碍和全面的痴呆为中心，但无明显的情感障碍，也没有幻觉、妄想的意识障碍。在疾病后期，病人丧失独立的生活能力，大小便失禁，卧床不起，食欲减退，体温血压都降低，最后常因感染其他疾病而死亡。偏执型老年性痴呆，这种类型的主要表现是在痴呆的背景上附加有妄想，如关系妄想、被害妄想或者是夸大妄想、耳听嗅味等的幻觉妄想的那种荒谬且不系统，最后痴呆加重而幻觉妄想渐不明显。早发性老年性痴呆，此型病人发病的年龄稍早一些，且以女性较为多见，病人的记忆力明显的障碍，定向力差，常以虚构、错构来补偿记忆的缺损。病人衣着较整洁，思维上有条理，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给人以非常简单的印象，而且常表现为无意义的忙碌。随病情的发展，痴呆正在日益的严重。非典型性老年性痴呆，本病发病年龄较早，一般是在40到60岁发病，虽然其病隐见，但发展却非常快。早期表现记忆障碍，并日益的加重，随之定向力、计算力、判断力均开始出现障碍，病人逐渐的失去工作能力，不能适应环境，不认识熟人，不理解周围的事物，不能讲完整的句子，有模仿语言和愚昧重复，令人无法理解。此型病人还可见情绪障碍，病除情感不稳以及焦虑不安，偶有抑郁、幻觉以及幻想，有时还有活动增多，步态不稳，供给失调。晚期病人情感淡漠，完全不与周围接触，对一般刺激无反应，陷入极度痴呆状态。每一位患者背后都是身心疲惫的家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往往会变得脾气暴躁、生性多疑、生活不能自理等。照顾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是一项特别折磨人的任务，艰辛程度超乎想象。有人说当作照顾一个老小孩，现实却是比照顾小孩更痛苦。成年病人打起人来是成年人的力气，也难控制。患者的监护人通常是子女，
试想一下，已被养大自己的至亲，明明样子还是那个样子，说的话听不懂，打完你还是一脸的老天真，明明还是那个人，灵魂却像是被换掉了。这样的痛苦足以把人压垮，而且这个病由于病人没有饥饱的意识，很容易会营养不良，体质变差，容易感染和患更严重的老年疾病。没有经济条件的根本没办法维持病人略为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放在家里靠子女照顾，往往子女很快就被拖垮。因此我们呼吁身边的每一个人一定要重视它，从关注自身以及长辈的身体健康和记忆力问题做起，关爱老人，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保护这个群体，让他们度过一个有爱、有尊严、有亲人陪伴的晚年。3. 导致老年痴呆的原因。生活中常见的3个行为容易加速人们患上老年痴呆，加速老年痴呆在人体内的进展。我们要注意这3个坏习惯，并尽早的改正。第一，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会导致老年痴呆症的出现。许多人并没有在饮食方面严格的控制自己，而是经常摄入高热量的饮食、高脂肪类的饮食，不注意食物在人体内的消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暴饮暴食不仅会导致人们患上肥胖症，还会导致慢性疾病的上升，还要面对老年痴呆症的困扰。有些时候身体的指标不稳定，还会导致器官受到损害，导致人体患上神经系统的病变。在生活中，我们要对热量和脂肪进行控制，避免患上慢性疾病，避免患上肥胖症。油炸类的食物也不要食用过多，避免身体无法消化产生重金属的物质，长期而且大量的留在了肾小管内部，造成人们患上肝损伤和肾损伤。第二，熬夜。熬夜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不良习惯，许多人有熬夜的行为，并没有正确的作息原则，根本不能做到早睡早起。实质上，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不仅可以调节大脑的正常功能，还可以促进第二天的工作与学习。每天保持稳定的睡眠时间，能够让人们有良好的精神面貌。熬夜不仅会让人们的免疫力下降，还会加速人体的衰老，加速器官的老化，大脑的健康，神经元的活性也会受到影响。许多人经过熬夜后头昏脑胀、疲倦乏力，都是因为自己的睡眠时间不够。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做到规律作息，尽量的早睡早起，尽可能的杜绝熬夜，避免这个坏习惯拖累自己的身体。第三，大量吸烟。吸烟不仅会危害器官的健康，也会危害人体的健康。想减缓老年痴呆的不良症状在人体内的发展，就要改掉吸烟这个坏习惯，不要总是存在大量的抽烟行为。大量吸烟会让人们有烟草性的过敏和心理上的依赖性。烟草给我们的危害实在是太多了，许多严重疾病上升都是因为长时间大量的吸烟。有的人一天能够抽2包烟。如果想避免机体紊乱，应该拒绝烟草。吸烟过程伴随着尼古丁和一氧化碳进入到人体内，血液的粘稠度也会不断的升高，加速血管性疾病的病变和神经系统疾病的病变。烟草的燃烧需要一氧化碳的释放，一氧化碳还会影响大脑的氧气供应。无论从哪个方面上都不利于人体对于疾病的预防，必须戒烟来保持大脑的健康和长期的健康。4. 哪些方法能够预防我们患上老年痴呆呢？防老年痴呆就做这2个动作。这2个动作涉及到面部几十块的肌肉，刺激头部神经，进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身体的神经。而2个动作非常的简单，这套办法几乎适合所有的老年人，只要口腔没有问题都能做。50岁以上的人经常做，能够有效的防止衰老，又能够有效的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使其保持活跃状态，而且还可以有效的抑制脑萎缩。第1个动作，
就是将舌头吐出来，将舌头尽可能的向外伸出，这样一来，舌头的根部也会有一种拉伸的感觉。随后保持这个姿势10秒左右，再将舌头收卷回去。第二个动作就是将舌头来回的在口腔里面活动，顺时针转10圈，逆时针转10圈。中医的角度说，口腔有3条经络经过，第一条是任脉经过舌头到人中，任脉是阴经之海，可以补充津液。第二条是足少阴肾经，有一条分支到舌头的下面。第3条是足太阴脾经，一个肾经一个脾经都有分支在口腔，这里都可以补充水分，增加津液的分布。因为人的脑部是从肾部开始衰退，所以有补肾健脾、补充人脉、调气血的作用，对抗衰老也有一定的作用。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